房贷一族拼买房，投报率输股票，为什么还是要买房子？先说结论，房子的租金投报率低，不代表买房的人是盘子，因为买的不只是投报率，而是一种财务操作，跟保护你人生的安心感觉。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能全款买房还要贷款吗？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投报这么低，干嘛买房子？你看，尤其对比现在股票这个怪物，这个猛兽这次我们就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房租金投报率不到 2%， 为何还要买？专家说安全感成为市场最主要刚需支撑。其实我想问，这哪门子专家？那这个内容是这样，就是每隔一阵子都会被拿出来炒的题目，就台湾的租金投报率很低啊，其实很差对比其他国家。如果你在台北的话，我可能1%多而已甚至要倒贴，就会出现很经典的那句，就买不如租，对不对？这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认真挑物件，很可能你收到房租以后，再把各种持有成本给它扣下去，最后会得到的这个结论就会出现经典的第二句话：不如做股票，买不如租，不如做股票。那这两句话有没有道理？当然有它的道理，只是说这个就很单纯，就是用租金投报率去看那当然就会觉得不划算。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参考其他角度，我也没叫你换你要是就是觉得要去做股票就去做我是跟你说有其他角度可以来看待这件事情可以把买房的钱想成一张保单平常缴保费的时候会觉得很堵啦，你们有跟没有一样就是我缴之前缴之后没什么，我去麦当劳我钱花了，我还能吃那个蛋卷冰淇淋这个保险跟我要钱，要完钱你说怎么就这样，我好像没买到东西因为基本上你用不到的时候，这个钱真的就白给了，但是出事的时候怎么办？出事的时候就叫幸好有保险，对不对？幸好保险有给付。好，那再来你要知道房子到底保护了什么。好，那我们如果把房子比作保险这间房子到底保护了什么？那保护的就是你不会被房东赶嘛，不会被涨租金嘛，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嘛，保的就是一生平安那甚至你换一个角度看，我现在越想越觉得是就把房子买下去，换一个角度看，真的是一种自由就是很自由你说租房子才自由好不好？我不爽我想搬就搬，到底是谁这整天都在搬家，一年到头来都在搬家被赶那个叫自由嘛？那只是包装以后然后形成说我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可是那个房东的房子定下去怕到时候要扣我押金，然后怎样怎样然后东怕西怕，这真的是自由吗？反正自己的房子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然后你就过你的日子好好的，然后被楼下邻居敲门可不可以小声一点曾几何时我怎么不知不觉中我就变成别人眼中的恶邻居好爽就这样我知道这几句话你现在听没什么感觉，那你看这个新闻标题：社宅身份难辨，北市百岁人瑞恐流落街头。哇靠，百岁人瑞流落街头，如果新闻中的这个人瑞未来是你要怎么办我不要讲你未来是你的朋友，你要怎么办？你要接济他吗？你敢吗？你把他接来你家住，然后对你整天提心吊胆等一下就我还要帮他操办后事还是什么的，然后影响我这间的房价。然后我要跟你讲另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是，做不动产买卖的房市跟租屋市场两个世界不动产买卖会轮动，就要房市冷热嘛，房市热的时候卖方有利，房市冷的时候买方有利，像现在就是买方有利。现在买方讲话很大声，在房市很热的时候卖方屋主啦讲话很大声，可是租屋市场就不是这样，租屋市场长期以来都是什么？都是租客不利都是房东讲话大声租客都是弱势的那一边因为弱势所以就可以勾起很多那个情绪性的对抗然后的剧本，比方说什么我告房东然后就要一时激起千层，让人觉得说哇好帅哇什么的事实上那个案件很少非常的少凤毛麟角绝大部分都是房东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就霸凌了租客，不是这样吗？租客每天都要担心什么？担心房东不续担心房东涨租担心这个偷养的小猫小狗被房东发现，到时候又有事甚至担心房东赖他，打开房东的赖就觉得很靠北这样。那因为租客他
几乎没有拒绝的筹码，他唯一的筹码就是说，不然我就搬走嘛，不然我搬走。但是对房东来说，那请尽快就是这样。对房东来说，搬走怎样？搬走更好啊，他也觉得你是问题人物啊，搬下一组啊，就是这样啊。房贷那个房子到底是谁在养？房东嘛，没有，基本上就是那个租客在帮房东养房子嘛，一代新租换旧租，你就换房东遇到这种问题租客，把他赶走以后，这最好了，好不好？换个租客，一时租不掉也不会着急啊，因为手上有房子的房东还是个优势方嘛，那房子放在那也不会不见啊，时间是站在房东这边的。之后房价不小心涨上去，那就赚钱了，怎么办？那一赚都比那个租金还要高很多。最后你要知道，就算你不置产，还是要买一间留给自己。你去市场上看，买房后悔的人真的是很少很少，真的很少啦。那当然还是会有人买在高点，但是只要你不是买在那种很奇怪的地段，你现在的高点对未来来说也是相对低点嘛。你看我们爸妈那一辈就知道，他们买房的时候，请问谁买房不是觉得自己买在高点？都是这样啊，都是忍痛给他捏下去买的啊。什么板桥一坪怎么30万了？太贵了吧？你看现在30万的板桥多夸张的东西，然后现在是板桥你一坪才买30万，同一件事情经过实践以后表达不一样，你看。所以对很多首购来说，他一开始也没想要炒房啊，谁买一间房子就在那边想说我要成为台北市最大的投资客，我要成为高雄市最大的投资客，安多没有嘛？大多数人的第一间房买的时候动机都很单纯，都没有什么厉害的投资规划，就是想要一个反正我就买个房子嘛，买不会被赶嘛，自己还没用到之前我就先出租嘛，就是这样而已啊。结果嘞，他也没干嘛，都是住着住着，时间过去，房价往上爬，这间房子不小心帮你存一笔钱，他就硬生生从一个居住工具变成一个理财工具这也是房地产会被他骂的地方那会被骂你政府不要你修法嘛，你法又不修，修法说什么只要任何屋主卖房子的价格高于买房子的价格高几万就判几年啊，对啊，可以啊，修法去防堵你又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合法，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置产？你看我都不讲投资我都讲置产置产就是把钱找一个地方放不然放股票上冲下洗我也怕那找一个地方放放黄金不会像租客给我利息那就放房子，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问当初买30万的这个屋主所以你当初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你那么看好板桥你是什么重大建设流派还是这个建商炒作流派？然后他跟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爸妈住板桥我就买板桥叫他帮我接小孩就像这样子而已所以房价上涨当初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他的规划里面，他就是过他的日子换来的美好的副作用。所以买不买房就不是数学题而已如果只是要不然数据精算那种市场也存在叫商办。可是我们是住宅嘛我们真正很多在意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例如说百岁人瑞被房东赶出来，这个新闻更夸张，他是社宅租约到满然后期满，然后不能续租，百岁人瑞被迫流落街头。你看到底是哪个圣母有能就说政府要处理圣母心泛滥不然他去住你家你准备帮他要一起善终那像百岁人瑞被房东不是社宅而是房东赶出来，我乱讲，全台湾同时出现的数量会很多吗？也不会嘛，大概10个以内有吧按几率来看应该也不是你你要去赌嘛？你敢赌说等我100岁的时候政府已经出台社宅老人住到挂然后直接公祭之类有的没的，政府确保这个每个人老有所依，你要赌这个吗？赌这个干什么所以讲完了今天我跟你讲了投报这么低干嘛买房子这个问题。那我也先说了，房地产就房子不是单纯的投资商品，它更像人生的保单，它保护的不是每年那么几%的东西，而是不用担心一辈子看人脸色过日子。结论就买不买房不是数学题啦，你可以不置产但我还是建议你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那心态真的差很多。反正你有一间房子你就不太会怕，你知道，虽然要缴房贷或什么，那衡量过的话我有房子这个心态上都会松弛很多。最后我想问你，如果投报率不到 2%， 你还会想要买一间来自住吗？会，投报低没关系，至少老了有基地不用被赶。B 不会，
我宁愿租房，把钱拿去做股票。C 会，但我只买来自住。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意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是讲小恩小恩这个朋友的故事。小恩你可能也认识他前几年买一间预售今年1月正好交屋他有一堆的钱要缴，所以他理所当然把0050卖掉了。他跟我说他大概就卖在60-70块接下来几个月他都是省吃俭用中间股市有涨他要注意，但他跟自己说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手上没钱，然后要验屋要搬家干嘛的，没时间理会，所以他也故意让自己不要去注意股市的新闻。结果没想到有一天中午在工作的群里，有一个同事贴出了他的对账单然后说他0050放着都没动，现在赚多少他一手贱把它点开才知道说0050怎么100了小恩的天都塌了。如果当初没有卖掉0050，他现在手上会多一笔钱嘛，100万以上的钱可是就交屋就买房子缴房贷，这就赚不到就干扣就很痛苦。这样转折是一个周末，很平常的周末，小恩邀请妈妈来他新家参观然后结果他妈妈看一看就跟小恩说这房子不错比我们以前住的公寓好太多了而且还有风景听这2句话，小恩就觉得有被安慰到，因为这间房子是他的，所以那天晚上送妈妈回家以后就释怀了的确为这个预售屋少赚一大笔钱，那机会成本。可是如果当初没有卖掉手上的0050，他现在也只是比账面上多一些钱而已，然后还继续蹲在公寓里面套抽烟抽烟还要跑到楼下，也没有窗外的风景可以看，就赖我，然后给我看那个窗外的风景既然都有风景了，这山边它也不是什么厉害的地段，在汐止的哪边我就不讲确实就是一片绿意盎然这样，所以就算了。钱这种东西反正我越看越觉得说命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一波没有跟到，那有没有机会下一波？有怎么没有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有房子心安理得的住的，现在的房价未来买不买的我还不知道除非应验了居住正义大侠说的什么台湾房市被爆破之类台湾房市要腰斩之类的，所以小恩就算了，就释怀啦，就是过自己的日子。那你觉得嘞？如果你是小恩，你能接受自己少赚这一大波吗？能还是不能？